大家好，我是面具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都有买房子没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去房产中介呀、买卖房屋的网站上去了解过啊？不要光从别人的嘴里面道听途说，你们自己去真实的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房子到底是好卖了还是难卖了？觉得更好卖的请留言打1，觉得更难卖的请留言打2。咱们今天就说标题中的3件事啊，房子，还有比特币，以及资本大佬索罗斯抨击习近平的事儿啊。顺便呢，我在节目最后呢会说一下有关于 AXS 和 SLP 的事儿。好，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面具人的邮箱，就可以参加抽取本月的大奖，价值$500的 XZ 鱼类蛋的活动。转发时需要附上的留言，我在留言区置顶了啊。好，收看面具人的节目之前呢，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最及时的消息了。咱们先来说房子的事儿啊，深圳房价永远涨。是房客心中的神话，他们认为啊，哪怕再调控，这个房价呢也是越调控越涨。然而呢，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却让这一神话破灭。很多国人呀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总觉得国家调控没事儿，调控就是为了防止房价上涨的。那他为啥要调控呀？证明房子值钱呀。这种阿 Q 精神我也是蛮佩服的啊。自从今年2月份出的那个什么调控新政以来啊，就是那个二手房指导价制度，导致了深圳二手房住宅的成交量跌势不止。7月份深圳二手房住宅成交为2557套，连续4个月下跌，创了17个月的新低，同比下跌超过了81%。而且呢，这个文章当中啊，你们再仔细回想一下，它有一个重点句子啊，这也体现出了共产党的文宣的强大之处。这个文章当中，这个公告当中里面说的指导房价，仅仅是针对二手房，不针对一手房。也就是说，一手房没有指导价，想卖多贵就卖多贵，想卖多便宜就卖多便宜。可是呢，目前来看，一手房价的价位还是很贵的，而且呢，国家现在又搞什么学户房呀，搞学区房呀，搞了以后又取消，然后呢，也不知道以后会给一手房，为了卖一手房嘛，会给一手房增加什么样的附加值，二手房呢就洗洗睡吧。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花了大价钱去买的一手房，以后呢，想要卖了，就必须要按照党给的指导价来低价位的去卖，去割肉。说白了就是买来就跌。有些房子的指导价呢，4周连续调低了59万，就这呢，你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因为现在很多二手房都不让贷款，要买二手房你必须全款一次付清。所以说呢，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就是双锁，想买房的人呢也必须要用热钱去买，否则呢你就别买，租房去。其实呀，租房这块也是党说的算，游戏规则是党定的。7月底呢，深圳房中介协会呢对中介行业进行了摸底调查，共采样了4161间门店的情况，问卷调查的覆盖率达到了全市门店总量的近60%，其中呢有104间的门店已经关闭且已经办理了工商注销手续，占据总调查样本的2.5%，而且呢还有220间门店已经暂停营业，但未办理工商注销，占据总调查样本的5.3%。深圳房屋中介协会表示，根据类似的算法推算，预计现阶段全市的中介门店关停总量应该在500余间门店。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中介已经活不下去了，或者是不让干了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印证了面具人去年所说的，把中介搞没了，把房子锁盘，搞什么学区房呀、学户房呀，这个呢也是朝令夕改，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共产党能一直卖他的一手房。二手房呢，那你就洗洗睡吧，买来了就不能卖，就是坑你，就是锁你。我去年所说的房屋政策，
全都实现了吧，一字儿不落。不信的可以去翻翻我去年的影片啊，在这里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反正去年加入面具人会员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转移了资产，处理了自己的房子，避免自己的钱被共产。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你们的房子到底是可以变成钱，还是变成数字人民币，还是说彻底的就是只能住 sleep 了？那你们自己考量。哦，对了，提醒一下你们啊，以后租房的资金也是要由党统一监管收取租金的。所以呢，你们现在还抱什么侥幸心态的说这个房子大不了以后租还能赚租金？那咱们走着瞧。好，你看啊，如此高压的统治下，中国人不抱怨不发话，可是呢，这洋人索罗斯却发话了。索罗斯可是资本大佬呀，全球首富之一呀，他的话可以代表很多资本家的想法的。他说，习近平是全世界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而全体中国人都是他的受害者。索罗斯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说习近平毕生致力于消除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说习近平坚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白话一下，邓小平主张是对外开放嘛，而习近平呢，又是搞废除英语了，又是没收护照了，又是不让孩子上补习班了，又是搞什么户籍录影制了，这完完全全就是照搬古代奴隶制的那一套嘛。古代的奴隶就是不准学习文字的，出行呢也是要受限制的。习近平搞的不就是这吗？不让你的孩子学英语文字啊，而且呢，现在的中国市民想要去哪个地方，都受这个户籍的限制给锁死了。那么列宁呢，他就搞的是这种恐怖主义嘛，基本上啊，在列宁治下的那个时候的人民啊，是没有什么自由和人权的，现在中国也一样。索罗斯认为啊，中国人都要忍受习近平发明的各种信用措施、监控手段。而相当一部分人呢是不自知的，这句话呢，面具人我非常的赞同。实际上呢，习近平目前在做的就是灭人欲，让你习惯了被什么征信呀锁住啊，条条框框锁住，没有任何的自由。而且呢，你的手机、你的微信、你的网络全部都是要被监控，你说错一句话，你就去派出所核查了，对不对？而人在这种高压的方方面面的监管之下呢，只会越来的越蹑手蹑脚，越来的越愚钝。你们仔细观察啊，习近平是不是在灭人欲啊？仔细观察，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钱的欲望了。按理来说啊，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特别的贪财、见钱眼开的那种。这是中国人的灵魂特性，对不对？可是呢，你们再去观察一下，更可悲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的中国人，你给他说什么东西能赚钱，你给他说哪里有商机，他已经不信了。现在的中国人甚至已经不如原来的那种见钱眼开的找到机会找到空子就钻的，想要赚点钱改变自己命运的。现在中国人已经没这种想法了现在的中国人，他们反而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这条贱命，就应该躺平，只要活着混吃等死，有份工作能让我吃饱就行了。什么发财呀，什么商机呀，什么改变命运呀，跟我没关。我们生来就是贱命，就应该躺平。其实呀，躺平呀，累得跟狗似的，这类文宣的短剧呀，什么你孙子呀，你大爷的。这类文宣短剧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容易记忆，你听一遍这个词儿就刻到了你的脑子里了，什么躺平，累得跟狗似的。而且这类话有非常大的心理暗示的能量，也算是愚民的文宣手法。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能流行出来的东西都是经由那些传媒专家、心理学家专门为这些奴隶定制的洗脑语句，否则呢，它不可能在网络上流行。听懂了没？
共产党说封杀就封杀，你在网上能看到赵子阳吗？能看到8964吗？看不到，对不对？反而呢，什么躺平呀、狗东西呀、孙子呀，这些话天天在网上流行。长期的这种高压再加心理暗示，反而让中国人丧失了贪财贪小便宜的这种灵魂属性。一个民族一个人连自己最大的特性都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你不要说这种精神是好是坏其实贪财逐利也算是一种进取吧。我觉得人只有贪财了，有欲望了，才会去探索，才能去有可能进步嘛，对不对？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了，那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行尸走肉了。可是呢，人没有欲望了才好统治呀。有欲望的人他就会去主动的探索，他就会产生不可预测的行为，那这种人就不好控制呀，对不对？中国人正在丧失作为人类特有的金钱欲望，甚至正在丧失作为动物的自我保护意识。人家动物遇到危险都知道逃跑，而中国人却嘴上念叨着躺平来安慰自己。太恐怖了，太可悲了。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几天的行情SLP 跌破了 0.18 的大关了，目前呢应该是 0.1617 了，看起来呢是不是不太乐观呢？我之前是怎么说的？1周、2周、3周之前我都已经给你们这些 old school 说过了。如果你觉得 SLP 要跌了，你现在就拿去孵蛋，然后你把蛋卖了，你至少还有 30% 的盈利就算你今天你拿你的 SLP 去孵蛋，你还是略微有盈利的。但是呀，赚钱它就是讲究一个时机，机会不等人的呀，对不对？这就是商机。你自己 old school， 你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你赚不到钱，那你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去充实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学习一下更新鲜的知识。我们再来看一下 AXS 目前呢它也跌到了65美元的大关，最低呢跌到了63美元左右就开始反弹了当然我也已经给出我的会员相应的低点位，让他们入场做一些小波段那比特币也跌到了46000美元的大关，快要跌破了不过面具人我这几天一直在提醒你们，一直在倡导我说了，这种下跌都是退1进2，甚至呢退1进3。你们以后呀，应该是很难看到4万以下的比特币了比特币它现在的任务就是重铸市场信心，而 AXS、SLP 你们也不必担心，他们的价位只需要官方一句话做一个小小的修改，就能立刻拉起来。目前呢AXS、SLP 出现了一些跌幅，是因为大改了以后削减了工作室的利润，导致了很多工作室离场。这些工作室撤走了资金以后那肯定会造成盘面的一些下跌的。但是官方呢，他现在就是想把工作室先憋死而且大家注意官方的大玩法土地系统在年底就要上线了，在这之前呢，Axie 还会迎来更高的高峰，包括 SLP、AXS 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哟。面具人我有500-600只 Axie， 我都不慌，你们慌啥嘛？是不是？一堆 Axie 怎么也得7-8千、1万块钱吧？是不是？而且呀，不管是比特币、AXS、SLP 你们观察大环境现在整个疫情它都没有说是这么快的过去。面具人我去年还想得比较乐观，想着到今年下半年这个病就已经过去了，全世界都可以开放了。有和面具人我基本差不多的想法的可以留言打1看，可是呢你看现在到处变种变异这个研发的进度赶不上变异的进度，所以呢长期来看明年可能还过不去，而且呢还有一些不可测的风险。那么如果说这个疫情过不去，那实体经济就一直疲软下去，对不对？反而呢这个互联网虚拟金融会一直的火热。
商场如战场，入场时机非常重要，尤其是币圈呀，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仔细的翻阅一下我之前的节目啊，再对一对那个时候节目的时间点和那个时候币圈的涨跌节奏，看看我推的项目 AXS 平头哥 SLP， 包括黄币 Cake、Axie， 哪一个不是在他们涨之前我发掘出来的？这就是我这个 New School 和你们这些 Old School 眼里面只知道空多的区别。我能看到市场的未来，你能不能啊？我推的项目哪一个不强？平头哥 Cake 这2天的走势非常的刚猛。有些项目呢错过了就错过了，一方面呢可能是你脑子太笨，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你的命不好，运气不好，错过了就错过了，别纠结，别急，不要去追高。我的手里面还有很多好项目的，而且呢你们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在我的眼里啊，涨和跌没什么区别。为啥？我就问你们一句话啊，涨的时候你敢不敢追高？跌的时候你敢不敢进场？涨的时候你也慌，跌的时候你还慌，对不对？哎，哦对了，刚才说到我手里面的项目啊，我目前还不能公开，我还得等一下这边的就是上面的消息。总之呢，想要更及时的信息的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办理入群手续。想要参与抽奖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转发今天的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给我，就可以参加抽取 Axie 蛋蛋的活动，鱼类蛋哦，拜拜。